成本效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CBA 是一种评估决策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方法，它在商业决策、政策制定甚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比较一个决策或项目带来的所有正面效益、收入、节约成本、环境效益等与负面成本、投资成本、运营费用、环境影响等。成本效益分析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工程经济学领域，随后逐渐在企业管理和政府政策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商业领域，企业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决定是否启动一个项目、扩张业务或进行资本投资。在政府层面，这种分析帮助决策者衡量政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以美国为例，政府在多个领域实施了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政策，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领域。通过这种分析，政府能够评估政策的长期影响，确保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并最大化社会福利。这种分析方法虽然强调数据和量化评估，但也不是没有争议。成本效益分析的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准确评估无形效益和成本，比如环境影响、社会福祉和人类健康。此外，这种分析方法如何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效益，也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成本效益分析的具体应用案例，分析它如何影响企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我们还将讨论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和它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成本效益分析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应用时，我们可以以美国环境保护政策为例。美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决策，尤其是在处理空气和水质污染问题上，大量运用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评估和决策的工具。以1970年代的清洁空气法案 Clean Air Act 为例，当时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公众的健康，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了长期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在制定清洁空气法案时，政府进行了详尽的成本效益分析，考虑了减少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益处，以及实施这些措施将带来的经济成本。通过这种分析，政府得出结论，虽然减少污染的措施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改善空气质量将显著减少医疗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改善整体生活质量。例如，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数据，1970年至1990年间，清洁空气法案预防了大约20.5万起早死案例，并节省了数千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同样，在200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应对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措施时，同样运用了成本效益分析。分析显示，虽然减排措施会对某些行业产生负面经济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大成本，如自然灾害、农业损失和健康问题。除了美国，欧洲联盟在制定其环境政策时也大量采用了成本效益分析。例如，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提升的政策中，欧盟通过分析各种方案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制定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安全的策略。成本效益分析在这些案例中的应用表明，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能够帮助决策者在复杂的经济和环境因素中找到平衡点。通过量化分析，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加明晰地看到政策带来的长期益处和短期成本，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然而，这种分析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评估环境和社会效益时的主观性，以及在预测长期影响时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政策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继续我们对成本效益分析在政策制定中应用的探讨。
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保护政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实施后所带来的经济转变。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实施不仅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为了达到更严格的排放标准，汽车和能源产业不得不投入巨资研发更加环保的技术。这些投资虽然在初期增加了企业成本，但随后却催生了新的市场和就业机会。例如，催化转化器、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提升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为美国创造了大量高技术岗位，并推动了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同样的，在欧洲联盟，推动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提升的政策不仅有助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促进了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兴起，不仅减少了碳排放，也为欧盟成员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德国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投资，使其成为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之一，并为其国内市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这些政策的实施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变创新的激励。为了适应环境法规的要求，企业需要投入研发新技术，这种压力实际上促进了技术创新。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新兴企业和技术得以崭露头角，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更新。此外，这些技术的发展还有助于提高能效，降低长期运营成本，从而为企业和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挑战。例如，在美国，某些行业，如煤炭产业，由于环保法规的压力而面临着衰退。这不仅影响了这些行业的就业，还对产业所在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政府和社会需要找到适当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受影响的社区和工人进行转型。从长远来看，成本效益分析在环境政策中的应用不仅促进了环境的改善，也推动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通过这种分析，政策制定者能够更全面地考虑决策的长期影响，促使社会向更可持续、更环保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也说明了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需要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在追求环境目标的同时，也能够保障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像成本效益分析这样在国际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方法。美国和欧盟在环境政策方面的先进做法，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以中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并逐渐将成本效益分析纳入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受美国和欧盟环保政策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效的政策。例如，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投资迅速增长，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之一。这些政策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促进了中国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发展。印度也是受这种政策影响显著的国家之一。面对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和能源需求增长的挑战，印度政府采用了类似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制定其环境和能源政策。例如，印度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旨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提供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这些政策不仅提升了印度的能源安全，也帮助其在国际上树立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形象。此外，一些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模仿这些经济大国的做法。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政府开始采纳成本效益分析作为制定环保和能源政策的重要工具。这些国家虽然资源有限，但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能够在提升能源效率和环境质量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成本效益分析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帮助他们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学习美国和欧盟的经验，各国能够制定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总的来说，成本效益分析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不仅促进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推动了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各国逐渐认识到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共同推动了全球向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承担的责任，也展示了合作与共赢的全球发展新格局。